霍廷霄把我捧在手心里，从小呵护到大。他插手我的一切事情，安排我的学习和生活，从不让我操心。他把我养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，却把我丢下不管了。因为他找到了真爱。本以为离开他我会死，但我熬过来了，收获了自己的事业，绽放人生光芒。霍廷霄却又回头找我，说他爱的是我。他说以前没看清自己的内心，误把兄妹之情当爱情了。他那廉价的爱情，我早已不稀罕。公司内部的宣讲会上，邓妍站在台上侃侃而谈，大波浪的头发给她明艳的五官增添了几分柔和。自信的女人最美，正如此刻的邓妍，她在发光。我紧张地看向坐在台下第一排的霍廷霄，不出所料，他嘴角不自觉扬起，眼神里满是欣赏。我捏紧了拳头，指甲掐进了掌心里。记不清多少次了，霍廷霄用这样欣赏的目光看邓妍，而邓妍这个名字最近出现在他口中的频次也越来越多。女人的直觉是很敏感的，我清楚地感受到霍廷霄对她有好感。出于女朋友的本能，我开始警觉，因为从小到大，这是霍廷霄第一次对一个女人产生这样的兴趣。宣讲会结束，在座的公司同仁们热烈鼓掌，邓妍却第一时间跑下台，冲到霍廷霄面前，眨巴着眼睛看着他。他吐了吐舌头，望向他的眼神既兴奋又期待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紧张死我了。这时候的他跟台上的自信大方相比，又多了一份小女人的柔软娇俏。霍廷霄故意抿着唇，面无表情。邓妍的表情垮下来，哭丧着脸，可怜兮兮道：“很糟糕吗？”眼看着他快要哭了，霍廷霄才轻咳了下，点了点头，对他竖起了大拇指：“非常棒！你吓死我了！”邓妍松了口气，气得拍了霍廷霄肩膀下：“刚才我还真以为自己搞砸了呢。这不像你呀，你不是一直很自信吗？”霍廷霄轻笑：“这不是我来公司后设计的第一套图纸吗？大家会不会喜欢？我心里也没底。”邓妍瞥了霍廷霄一眼，再说：“我也怕你觉得给我付那么高的薪水不值。现在我觉得高薪聘请你这个留学归来的高材生。”霍廷霄顿了顿，在邓妍期待的眼神中，语气无比诚恳：“非常值。”那我就放心了。邓妍拍拍胸脯。两人边说边出了会议室。等他们一出门，房间里其他人的目光都似有似无地朝我瞟来。看吧，他们之间不正常的亲密，所有人都看出来了。现在大家正在观察我这个正牌女友的反应。公司所有人都知道我是霍廷霄的女朋友，因为他一向高调，在我入职的第一天就跟大家介绍这是我女朋友。为了让大家关照我，作为公司的老板，他请全体员工出去吃大餐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全公司的人都看得到霍总有多宠女朋友。我每天上午要喝一杯蜂蜜水，霍廷霄都会亲自给我泡好。他第一次端着茶杯走进我们办公室时，其他人都吓得站了起来。他微笑：“我就是来给女朋友送蜂蜜水。”后来他每天都过来，送完水就离开。大家从一开始的紧张，也慢慢习以为常了。偶尔我会带阿姨做的饭来公司，也都是霍廷霄拿去微波炉帮我加热。他工作再忙再累，都会亲自接送我。如果要加班，也会先把我送回家，他再回公司做事。他的合作伙伴还打趣说，公司里到处都弥漫着恋爱的酸臭味，甚至公司还有员工背后磕霍总和他的小娇妻这对 CP。现在他却当众明显表现出了对另一个女人的兴趣。我忍着尴尬，咬了咬嘴唇，走出会议室。霍廷霄办公室的门没关，我直接走了进去。两人的交谈声戛然而止。我走到霍廷霄身旁，亲昵地抱着他的胳膊。还有半个小时下班，等下我们一起去吃日料。霍廷霄摸摸我的脑袋，哄小孩的口气：“乖，你这2天肠胃不舒服，晚上只能喝粥。”我的余光瞥见邓妍脸上的笑容消失，目的达到，我的心里略微舒服了点。那你们谈，我等你。他们两人坐在沙发上，我就跑去坐上霍廷霄的办公椅，趴在桌子上玩手机。下班时间到了，两人还在聊。我走过去，摇摇霍廷霄的胳膊撒娇：“我饿了。”邓妍露出得体的微笑，一投入工作，我就忘了时间，这都下班了呀。我感觉脑子里还有好多想法，不知道到明天还能不能记得。设计师的灵感都忘光了，那就是我这个老板的损失了。霍廷霄邀请一起吃晚餐，边吃边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邓妍起身，两人就这么决定了一起吃饭的事，没人在乎要不要问问我的意见。吃晚饭时，他们全程聊得热火朝天。邓妍从自己的设计理念讲到留学经历，霍廷霄听得津津有味。直到将邓妍送回家，车里只剩我和霍廷霄两人时，他才后知后觉发现我的情绪怎么闷闷不乐。晚上都没听你说几句话。红灯时，他伸手揉我的脑袋，我嘟着嘴：“你们两个那么默契，哪有我插话的份儿？瞎吃什么醋？”邓妍是公司的设计师，是我高薪聘请回来的人才，我们得对他好点，才能把人留住。霍廷霄解释。
他就这么厉害？我没好气道，设计出来的产品还没上市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一定会成功？他本科的时候就在设计大赛上得过奖，毕业的院校在国际设计领域也算得上顶尖。他以前的一些作品我也挺喜欢，霍廷霄很满意的口气。他是我亲自面试的，他的设计风格很适合我们公司。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他的产品卖得怎么样。我还是很不爽，怎么还在使性子？产品卖得好，受益的不是公司吗？我的钱还不都是你的，等于是他在帮你赚钱，你该偷着乐才对，好像挺有道理的。我的心情好了一点。新产品的设计稿经过几轮商讨和修改，差不多定稿了。最后的定稿会上，邓岩向领导层展示完所有设计稿，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没人接话，他拍了下手，好，那就这么确定。等下我插话，我觉得这个蝴蝶结的样式太复古，跟这套衣服的风格不搭，可以改一个样式活泼点的蝴蝶结。温助理，关乎我的专业，我一向是严肃对待，所以说话有点直，您不要见怪。邓岩朝我微笑，不紧不慢道：服装设计很复杂，也很深奥，涉及各种理论及实践知识，还要结合当下的大市场环境，不是缥缈的感觉就能确定的。我这样说，您能明白吗？我明白，不就说我是外行，不懂你的专业知识吗？但服装不就是穿给别人看的吗？好不好看不就是凭感觉吗？会画个设计图而已，至于这么高高在上吗？可我就是觉得，我正要开口争辩，却被霍廷霄打断了。松松，你先出去。廷霄，听话，去办公室等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离开。还有其他公司领导在，我不想下他面子。会议结束后，霍廷霄回办公室。明明是他问大家有没有意见，我不能提吗？我气冲冲道，心里憋的那股气还没下去，还特意强调我助理的身份，不就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吗？我也是名校毕业好不好？霍廷霄捏了捏眉心，语气满是无奈。松松，你没学过设计，这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的。我没学过。那当初是谁不让我学的？我满腹委屈。明明当初我对设计感兴趣，是他说学艺术诱惑太多，让我去学中文。挣钱的事交给我，你只管享受生活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你操心。这是霍廷霄曾经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话。估计是想到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，霍廷霄语气放柔和了。做设计很累，我只是不想你活得那么辛苦，这样每天轻轻松松上班，也不用担心被辞退，不好吗？是啊，公司里每个人都知道我是霍总宠着的小娇妻，他们对我亲和友善。我每天准时准点上下班，可以随时请假，不用担心领导穿小鞋，工作任务轻松，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。霍廷霄也做到了自己的承诺，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可是为什么我越来越不开心了呢？公司筹备新品上市的事，霍廷霄越来越忙了，还时不时出差。我明显察觉到霍廷霄变了。以前无论他去哪里出差，只要我说一声想去，他都会带我一起。现在他会哄我，乖，这次出去事太多，腾不出时间陪你玩，下次再带你啊。以前无论任何时候给他发消息，他基本秒回，最多不会超过半天不回。现在早上发的消息，他到晚上才想起来回复。对不起宝宝，陪客户参观厂区，累了一天，甚至连视频都懒得给我打一个。这次出差，我故意2天没给霍廷霄发消息，他就真的2天没找我。这是以前从来没出现过的事。我们很少分开，但只要不在一起，每天晚上是一定要打视频的。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我买了机票，连夜赶往霍廷霄出差的城市。下了飞机，我给他打电话，因为我只知道他住的酒店，不知道房间号。可是那边迟迟没人接听。我只能先打车去酒店。快到酒店时，老远就看到远处冒出的青烟。司机师傅大声道：“哎呀，前面好像着火了！”心里不祥的感觉越来越盛了。快点，师傅！我催促。快到时，我看到酒店大楼下的消防车、救护车，还有被围起来的警戒线以及围观的群众。姑娘，是你要去的这家酒店着火了！司机师傅惊讶道。车子停在路边，下车后我顺着人群往里面挤。我焦急地拿出手机，一遍遍拨打。仍然没人接听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我感觉自己担心害怕到快要失去呼吸，握着手机的手一直在发抖。霍廷霄，你千万不要出事啊！和霍廷霄一起出差的还有2位产品经理以及邓岩，我给他们每人都打了电话，同样都没人接。等待的过程格外煎熬，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消防员从里面救出一个个人，把他们送上救护车。等到快绝望时，透过泪水模糊的眼帘，我终于看到了熟悉的身影。是霍廷霄，他没事。我喜极而泣，抹了把眼泪，匆匆往他那里挤。快到他身边时，我却愣住，这才注意到他的双手横抱着一个昏迷过去人。那人穿着酒店的浴袍，长长的卷发凌乱地散开，脸埋在霍廷霄胸前，只露出尖尖的下巴，但足以让我认出他是邓岩。我已理不清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只想快点到达霍廷霄面前。
就在我被踩了无数脚，艰难穿过推攘的人群，伸长的胳膊终于快够到霍廷霄衣角时，他却直直从我面前穿过。医生，快救救他！他抱着邓岩，满脸焦急地冲到医生面前。我伸出的手僵硬地保持着原来的动作。他没看到我，尽管我们只相隔了1米的距离。以前那个满眼都是我，能从人群中1秒精准地找到我的人，就这么从我面前走过，连余光都没有落过来一点。此刻，他只关心怀里抱着的那个人。男人有没有变心，恋人总能第一时间察觉到。我清楚地感受到，霍廷霄的心里再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到达医院时，我看到靠在走廊满脸憔悴的霍廷霄。廷霄，直到我走到他面前喊出声，他才发现我的存在。你怎么来了？他的眼里没有任何惊喜。我咬了咬嘴唇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邓岩了？霍廷霄第一次对我露出不耐的表情。现在邓岩还昏迷不醒，你能不能不要纠结这些感情上的小事？你知不知道，他明明先被消防员救下的，可是他却非要转头找我，直到看到我才放心昏倒过去。倒下的时候，他嘴角含笑对我说：“你没事就好。”霍廷霄靠着墙壁慢慢蹲下去，声音哽咽，满脸悲痛，挺感人的。如果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男朋友的话，我没有说话，陪着他默默等待。2个小时后，医生告诉我们，邓岩醒了。霍廷霄迫不及待冲了过去，他蹲在床边，激动地抓住邓岩的手，语气却极尽温柔：“没事了。”邓岩的笑容是那么脆弱。真好，我们都没事。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。霍廷霄伸出手，轻柔地抹去他的眼泪，动作那么小心翼翼，像是在触碰珍宝。我看不下去了，迈步向前。他已经醒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霍廷霄转头看向我，表情冷下来，跟我出来，走到门外。他深吸一口气：“邓岩现在这个情况，你让我怎么走？他是因为出差才遭遇意外的，这属于工伤。”我反问：“每一位员工工伤都需要老板亲自赔偿吗？需要怎么赔偿？按照规定来不就行了吗？他没有家人吗？不能通知他家人来照顾他吗？”我做不到这样冷血，我必须留下来陪他。说完，霍廷霄毫不留情地转身走进病房。一个人来，我又一个人回家了。在公司的洗手间，我听到2位同事的小声议论。听张经理说，邓总监住院时，霍总照顾的那叫一个体贴入微，还亲自喂粥呢。张经理就是跟他们一起出差的一位产品经理，业务能力不错，就是为人有点八卦。他一回来，全公司都知道霍廷霄对邓岩照顾的有多周到了。松松公主怎么办？她不是霍总的心尖宠吗？还能怎么办？小娇妻失宠了呗？不可能吧，我可是见过霍总有多宠温松松的，简直把她当女儿在养。听说他们还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，现实中的霸道总裁和小娇妻典范，我还挺磕这对的。你没听说过吗？青梅永远抵不过天降白月光。太可惜了，我还挺喜欢松松公主的，精致可爱，芭比娃娃一样，甜妹天花板啊。我更喜欢邓总监，名校毕业，有才华有能力，妥妥的强势大女主。听说她之前准备去明招的，后来被霍总高薪抢过来了。我怎么听说的是，她向明招投过简历，但并没有被录取，因为没有代表性作品。怎么可能？邓总监挺厉害的。2人边讨论边走出了洗手间。等听不到交谈声了，我才偷偷从隔间出来。本来我是请了几天假，今天是临时起意才来公司的，现在只能趁着没人注意，不声不响又离开了。我不想看到大家投过来的眼神，探究、同情、调侃，不论怎样，都会让我如芒在背。在家待了1个星期，霍廷霄才带着邓岩回来。我正靠在沙发上发呆时，大门被打开，他们2个同时出现在我面前。我的眼神定格在他们牵在一起的手上，绝望铺天盖地袭来，仿佛变成了没有行动力的木偶。我就这么呆住，失去了思考能力。松松，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。半晌，我听到自己颤抖挤出来的一个字：好。霍廷霄给邓岩一个安抚的眼神，拉着他在我面前坐下。这几天，我反复想了很多次，终于确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是爱情。霍廷霄的声音一如既往的磁性好听，可是听着怎么就这么难受呢？他吐出的一个个字，像一把把尖锐的利剑，狠狠朝我的胸口刺来。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耳边环绕着他说的话，眼泪簌簌落下。我捂着胸口，痛不欲生。怎么就不是爱情呢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亲密无间。你说要一直保护我，不让任何人伤害我，到头来，为什么伤害我最深的却是你？邓岩拿过茶几上的纸巾递给我，很善解人意道：“擦擦吧。”我没有接，抬眼望向面前的人：“是你说要把我宠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公主，是你说对不起，松松，是我弄错了自己的感情，错把亲情当爱情。从小我就习惯了照顾你，疼爱你，自然而然觉得我们该在一起，以后要结婚。可是直到遇见邓岩，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男女之情。
我欣赏他，爱慕他，想跟他在一起，这才是男女才有的感情。那我呢？你对我不是男女之情，却跟我住一起睡一起，那我们这又算什么？我失去理智，发疯一般的朝他大吼大叫。总之是我对不起你。霍廷霄语气真诚的道歉，你想要什么补偿可以跟我说，我尽量满足你，但我必须跟邓岩在一起，好不容易才等到真正的爱情，我不想错过。我给你时间，你可以慢慢整理情绪，想好了需要什么可以随时告诉我。这套房子你先住着，我会搬出去。说完，他站起身，牵着邓岩的手，坚定果决地走出门。万籁俱静，我站在原地，保持静止不动的姿势，久到浑身都僵硬了，才猛然惊醒过来。像是终于发觉出了什么事，我拔腿朝外跑去。外面已经没了他们两人的身影。霍廷霄还有套房子在公司附近，我拦了辆车直奔那里。大门的密码还是我的生日，我打开门冲了进去。沙发上，霍廷霄和邓岩在拥吻。听到开门声，两人吓了一跳，同时朝我看来。霍廷霄下意识挡住衣服散开的邓岩，看向我的眼里含着愠怒。可是此时此刻，我完全顾不上思考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不能离开霍廷霄。我丢掉所有的尊严，扑向霍廷霄。我哪里做得不好？你告诉我，我都改。廷霄，你别不要我！我抱住他的腿，声泪俱下。你暂时被别的女人勾住，我不怪你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好好的在一起好吗？语气卑微到极点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全身的理智散尽，大脑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咆哮，不能跟廷霄分开。我一出生，他就在我身边，我的名字都是他取的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在一起20多年，从来没分开过。他是我的爱人、家人、同伴，比我爸妈陪伴我的时间还要多，已经融入了我的骨血。我习惯了他的存在，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们会分开。离开他，仿佛生生要把自己的血肉剥离，我真的做不到。霍廷霄蹲下身，一根一根地掰开我的手指，语气坚定：别把自己变成这样，松松。你还年轻，还有大把的人生，多去看看外面的风景，你以后会找到真正的爱人。我浑浑噩噩地回家，睁眼躺了一晚上。清晨，闹钟一响，我一激灵从床上蹦起来，快速洗漱、穿戴、化妆。我拎着包，精神抖擞地去了公司。我还是霍廷霄的助理，我得认真上班。我要让他看到，我也是有工作能力的。邓岩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。一走进公司，我就收到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，同情、看戏，还有幸灾乐祸。霍廷霄和邓岩已经公开出双入对，所有人都知道我被甩了。我强忍着想要逃走的冲动，低头穿过工作区，进入办公室。我已经一无所有，只想好好工作。可是快下班时，霍廷霄却把我叫过去。走进他的办公室，我一眼看到坐在办公桌后的邓岩，那里是我以前经常坐着玩的位置。坐在沙发的霍廷霄冲我摆摆手，示意我坐下。我没动，有什么事快说吧，我工作还没做完。霍廷霄沉默片刻，像是下了什么决定，抬头看向我。松松，我希望你离开公司。我看向面前这个脸色从容的男人，似乎是第一次认识他。印象中的霍廷霄一直是温和的、耐心的，对我呵护备至的。我从来不知道他还有这样残忍的一面。这份工作是我能与他保持的最后一点关联了，他连这个都要亲手毁掉。他怎么能这样轻飘飘就说出让我离开的话？过去20多年的感情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，变心的男人都是这样残忍的吗？为什么？我颤抖着声音问道。我并没有犯错，凭什么离开？就当是公司辞退你吧，一切赔偿按规定来。霍廷霄语气不带丁点感情。你留在公司对我们3人都不好，你也不想整天陷在舆论漩涡吧？不远处的邓岩无聊地划着手机，用脚蹬着地，坐在转椅上转圈玩。他明明没有说一句话，眼神也没往这边瞥，但我却知道我的狼狈难堪全都落入了他的眼里。前所未有的屈辱感涌上全身，我麻木地眨眨眼睛，逼退眼眶里的失意。好，我走。我哑着嗓子点头，抱着收拾好的纸箱走出公司大门。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，我像是失了智，直接冲进了雨帘里。走着走着，手里湿透的纸箱裂开，啪嗒掉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。我再也忍不住，蹲坐在地，在大雨里嚎啕大哭。这一刻，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。我被抛弃了，以后该怎么活？我浑身发烫，应该是发烧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紧紧抓着被子。连续几天没有好好休息过了，再加上感冒，身体极度困乏，头昏脑胀，手脚发软，但精神却一直清醒紧绷。我望着天花板，又一次失眠了，脑袋昏昏沉沉，一直闪现着小时候的片段。我和霍廷霄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梅竹马，我们是对门邻居，都住在五中教职工家属楼。他爸妈和我爸妈都在五中任教，两家关系好的像是一家人。
霍廷霄比我大3岁，我出生时，他指着我的脸蛋说：“妹妹圆乎乎的，好可爱，像只松鼠。”我爸妈正好在为给我取名字费神，当下拍板决定，我的名字就叫松松。小时候，霍廷霄稀罕我，稀罕的不行，自己还是个小孩，却学会了怎么抱我，怎么冲奶粉，怎么推车子带我到楼下玩。每当有大人打趣问霍廷霄抱着的是谁，他都会一本正经回答：“这是我妹妹。”我们两家的爸妈都在带高3，工作繁忙，经常不着家。霍廷霄小年纪就很懂事，大人都对他放心。他很早就包揽了照顾我的职责，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我爸妈还多。我上幼儿园第一天，霍廷霄牵着我的手，对我们班的小朋友说：“温松松是我妹妹，谁都不能欺负她。从小到大，她对我一直是保护者的姿态，我所有事她都会帮忙操心安排。”小学时，我数学不好，他就每天晚上耐心帮我补课。每次重要考试，他都会提前帮我检查笔、橡皮等工具是否准备齐全。每天上学放学，他都雷打不动地等我一起。甚至他还会熟练地帮我扎辫子，会编的发型比我妈还多。我的高考志愿也是他帮我填的，就在他同一所学校。我从小喜欢画画，还报过兴趣班。大学我想学艺术设计，他说学艺术的人思想都很奔放，怕我被带坏，就让我学了中文。我习惯听他的话，也习惯按他的安排来，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霍廷霄从小到大成绩都出类拔萃，再加上优越的外表，一直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因为他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，大家也都认识我，全校人都知道我是霍廷霄的妹妹，是他保护的人，没人敢惹我，也没人有胆子追求我。直到上了大学，开学第1个月，就有人向我表白。霍廷霄知道后，拉着我的手对那人道：“这是我女朋友，以后离她远点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心砰砰跳。就这样，我成了霍廷霄的女朋友，也成了全校女生羡慕的对象。霍廷霄有多优秀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他不仅外形高大英俊，还成绩拔尖，年年拿奖学金。大3时，他就和同学创业成功，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，赚了人生第1桶金。就这样一个各方面完美的人，居然还是模范男友。全校同学都见证了霍廷霄有多宠我。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，他从来不让我排队，递给我的饮料永远都是拧开瓶盖或插好吸管。他经常请我室友吃饭，给他们送水果零食，拜托他们，如果我有事，第一时间联系他。我的衣柜里有哪些衣服，他比我还清楚了，会在变天之前的晚上提醒我，第2天该穿哪件衣服出门才合适。在全校同学眼里，霍廷霄是完美的爹系男友，大家都说他是把我当女儿在宠，还说能遇到霍廷霄，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。霍廷霄比我大3岁，我大学毕业时，他的公司已经经营得风生水起。毕业后，我本来是进了一所重点高中当语文老师，刚工作1个月，就有同校的老师追我。霍廷霄知道后，直接帮我辞了工作。在他的安排下，我成了他的助理，每天工作轻松，同事和睦，卡点上下班，就这样开始了米虫的生活。我以为可以这样一直生活下去，直到跟霍廷霄结婚，然后生孩子，过上我理想的生活。然而，我没想到的是，人心是会变的。曾经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霍廷霄，他变心了，喜欢上别人。说好的2人携手走到白头，他却半路松手，抛弃了我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。任何事情不是霍廷霄直接帮我做好，就是他手把手教我学会。他说他喜欢我全心全意依赖他的感觉，如他所愿，我被养成他的附庸，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我成了他期待的那样，变成了牢牢扒着他的八爪鱼。他却不要我了，并亲手一根一根掰下我扒着他的手指。可怕的孤独、恐惧铺天盖地向我袭来，我茫然、惶恐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在霍廷霄特意经营下，我甚至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他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他说不喜欢我跟别人聊天说笑玩耍，他会吃醋。他要我全身心都属于他一个人。现在我连找一个人倾诉的想法都不能实现。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自己睡睡醒醒，处于意识混沌中。等到终于清醒过来时，是因为太饿了。我看了看手机，已经下午2点多了，居然躺了这么久。简单洗漱了一下，凭着本能，我下楼去找吃的。横穿马路时，因为我的神游，没注意到侧面开来的汽车。醒来时，我看到了围在床头的爸妈，他们都红着眼睛。你这傻孩子，不就是失恋吗？为什么要自杀？我妈沙哑着哭腔。我正要解释，却发现胸口剧痛，说不出来话。我们都知道了，霍廷霄朋友圈发了新女友的照片。我爸沉着嗓音：孩子，我们都知道你对他感情深，但你的人生不是只有爱情。我默默点头。我以为离开霍廷霄会生不如死，痛不欲生。
我对他的依赖太深了，我想着可能永远都走不出来了。那时我浑浑噩噩地想着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不如死了算了。可是我真没想自杀。那辆小汽车朝我飞来时，我的意识是清醒的，我前所未有的害怕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原来我是怕死的。那一刻我只有不甘心，可能真的有死前走马灯这情况，我只知道被撞飞之前，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，长到我的脑子可以思考好多事情。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，我还年轻，回想我的一生，仿佛什么都没做过。前20几年，我的生活就只有霍廷霄，仿佛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，从来没有做出过什么成绩。可能是死前顿悟，我发现自己白活了一场。不行，我不想死。等到醒来，我只有庆幸，喜极而泣。太好了，我没死。住院1个多月，爸妈一直在身边陪伴我，看得出来他们很内疚。我爸一直说怪他们没当好父母，从小看霍廷霄一直照顾我，又觉得他成绩好还懂事，就真的放心把我交给他带。其实也不怪爸妈，霍廷霄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，哪哪都优秀，哪个家长不喜欢这样的孩子？我爸妈就很喜欢他。大学时，他们知道我和霍廷霄恋爱了，还觉得捡到宝了，跟我说能有霍廷霄这样的完美女婿，他们做梦都要笑醒。他们说我是傻人有傻福。我不怪爸妈，人是我自己选择的。再说，世上最难料的就是人心，谁能想到人品让人信得过的霍廷霄会变心呢？出院后，爸妈和我一起去住处收拾东西，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再继续留在这里，让我跟他们一起回老家。推开门的时候，霍廷霄正拎着一个行李箱往外走，他的旁边跟着邓岩。松松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他丢下行李箱，跑过来看我绑着绷带的胳膊，是下楼梯时摔倒了吗？我跟物业反映一下，把楼下的灯换得亮一点的。他动作熟练地扶着我就要往沙发走，我却躲开了。他的手尴尬地停在原地。你把我拉黑了1个多月，没有你一点消息。我才想着过来看看你还好不好，顺便收拾点东西。看得出来，他脸上的担心不是作假，但我知道这只是习惯罢了。他照顾了我20多年，已经形成了深刻的习惯记忆，这都是下意识的反应。就像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是委屈，像以往那样身上破了点皮，都想跟他撒撒娇，让他哄哄我，但我生生忍住了。再强大的习惯，我总有一天会戒掉的。去小区超市帮我买水的爸妈回来了。叔叔阿姨，霍廷霄惊讶道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我爸冷哼：“再不来，我女儿就要被你欺负死了。”我妈走过来，牵着我的手，看向对面2人：“这是你新女友？果然很漂亮，我们松松输的不冤枉。放心，松松以后不会纠缠你。我们的女儿，我们自己会照顾。”邓岩咬着嘴唇，脸色难看。霍廷霄附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，邓岩点了点头，离开了。还真是维护他，就这么被我妈说了2句，他就心疼了，赶紧让人走。爸妈扶着我在沙发坐好，开始帮我收拾东西。看着很快打包好的行李，霍廷霄讶然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没看到吗？我们要带松松回家。”霍廷霄似乎很急切。我跟松松说过，这房子他可以继续住下去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如果他心里介意，我可以把房子过户给他。我们不要你的房子，我们的女儿要买房子也不需要外人施舍。我爸冷声道：“我知道是我混账，我负了松松，我对不起他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想怎么打我骂我都行，是我该受着的。可是我真的没有逼松松搬走。”霍廷霄一副难过的样子。松松是我从小照顾到大的，哪怕没有爱情，我也会把她当亲妹妹。我会帮她找一个好工作，比在我公司的待遇更好。不必了，我妈打断他：“既然分手了，那就不要再联系了，也是对你现女友负责。”我们松松没有哥哥，她是独生女。我们3人走到门口时，霍廷霄在背后喊道：“松松，你真的要走吗？”再见。我没有回头。为了弥补我，爸妈甚至提前办理了退休，说要陪我到处逛逛。其实没必要的，我哭笑不得。印象中，他们都很在乎工作，经常在学校忙到半夜才回家。我不想因为自己坏了他们的工作热情，但爸妈说，这些年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忽略了自己的小家庭。在工作上，他们问心无愧，但对我却亏欠许多。他们坚持退休，带着我出去旅游。半年时间，我们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游览了名山大川，欣赏了大自然的雄伟壮阔。我发现自己的心胸也开阔了很多，郁结在心的那股稚闷之气也慢慢消散，我一点点变得开朗起来。是啊，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，我都还没来得及欣赏，怎么能因为小小的爱情就一蹶不振呢？回到家后，我开始振作起来。我报了一堆网课，都是关于服装设计的，一边跟着老师学，一边自己研究。
之所以学这个，不是因为我还放不下，非要跟邓妍争，或者还想跟霍廷霄的公司有什么纠葛，只是因为我喜欢。曾经上大学时，我就想报设计类相关专业，但因为太听霍廷霄的话，就放弃了。现在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，我沉浸其中，忘记了周遭。自从我回家后，家里隔段时间就会收到超大包裹的快递，里面装满了我喜欢的零食，一看就知道是谁寄的。这些年来，霍廷霄习惯了给我定期买零食，可是我们都分手了，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。我给他发信息，不要再寄零食给我了。霍廷霄秒回，松松，不要多想，你永远是我疼爱的妹妹。我回复，我们已经分手，和你保持距离是我对自己的道德要求，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关系。过年，霍廷霄回家了，带上了邓妍，他还提着礼品来我家拜年，敲了半天门，我们都没开，假装屋里没人。等到门外的人走了，我爸叹气，是时候搬家了。全五中家属院的人都知道，我和霍廷霄以前在一起，现在分了，整天面对大家好奇打量的眼神，是挺尴尬的。加上爸妈也退休了，不用每天去学校上课了，住的离学校近不近也没关系了。过完年，爸妈就开始看房，我们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，3个月后就搬了进去。学习的过程挺痛苦的，对于设计，我以前只是感兴趣，但真正当做专业来学，我才发现自己完全是门外汉，什么都不懂。那些生涩难懂的理论知识，那些难如登天的实操作业，常常将我折磨得痛苦不堪。好多次我都想放弃了，想着干脆找个轻松的工作，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？可是就这么放弃了，我会难受死的。为什么别人能成功，我就不行呢？我天生比别人笨吗？我才发现自己还有这么强烈的不服输的性子，每次都咬牙挺过去了。从一开始，网课老师每次讲解作业时，都拿我的作业当反面教材，到后来评论我的作业时，会说一句规规矩矩，没什么大错，但也没有创意。终于有一次，老师指着我的作业评论到手法还很稚嫩，但创意上有亮点，恭喜你摸到一点设计的门道了。那天我对着电脑屏幕泪流满面，值了。我熬了一个个通宵，耗死了无数脑细胞，经历了一次次脑袋爆炸，用心完成的作业终于得到了肯定。这一刻，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。原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，内心的那种充实感真的是无法比拟的。我想到以前跟霍廷霄在一起时，他总是那么优秀，上学时成绩拔尖，毕业后事业成功，周围的人总是夸赞他，我站在旁边也与有荣焉，我为他感到骄傲。但我现在明白了，别人再优秀，取得再大的成就，那也不是自己的。只有自己亲身努力，亲手获得的成绩，才会拥有真正的踏实感。霍廷霄在成功，但我站在他旁边，也不能获得丝毫自信。由内而外的自信，只能自己给自己。我不知道霍廷霄是怎么想的，明明当初变心的是他，要分手的也是他，为什么现在却一副对我放不下的样子？我拉黑了他，他就换号码联系我。松松，我们虽然分手了，但毕竟有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情谊，没必要变成敌人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你也不用为了我离开这里，叔叔阿姨年纪也大了，你不能任性，还让他们照顾你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耐着性子回复他，我有自己的安排，我想在哪里生活是我的自由，不用你插手。而且爸妈年纪大了，我在身边不正好可以照顾他们？别开玩笑了。霍廷霄似乎笑了下，松松，你怎么会照顾人？你连鞋带都系不好，连燃气灶都不会开，你在生活上完全是小白。听话，不要跟我怄气了，回来吧，你是我的邻家妹妹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我第一次发现霍廷霄居然这样自大。我的语气认真严肃，没有人天生什么都会做，都是慢慢学会的。以前我不会，是因为你的霸道强势，自顾包揽我的一切。现在别说是开燃气灶，我连家常菜都能做10几道。上个星期我还帮爸妈安排了全身体检，他们还感叹现在家里都是我做主了。你看，没有你，我可以活得很好。松松，你不要嘴硬，到底是我嘴硬，还是你纠缠不休？霍廷霄，我再次提醒你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不想跟有女朋友的男人产生瓜葛。你现在这样到底想做什么？不会是还放不下我吧？为什么非要觉得离开你我就活不了？你能不能别这么自大，别这么贱？可能是从来没听过我说过这么恶毒难听的话。霍廷霄沉默了良久，才挂了电话。一天，我曾经报网课的老师给我发了一个链接，是关于省服装设计大赛的通知。这个大赛是明昭集团和几家官方机构联合举办的。老师说你的设计挺有灵性，可以试试。我报名了，当然没指望获奖，重在参与，主要是想感受下氛围，欣赏其他优秀作品。经历了3轮的选拔，没想到的是，我居然进入了决赛圈，入围前10名。决赛现场，我坐在台下，听到明昭设计总监念到我的名字。
第3名获得者温松松。那一刻，周遭一切都安静下来，我只听到自己心脏砰砰跳的声音。我居然也能获奖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被肯定的成就感盈满胸腔，那种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就真的是太棒了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领完奖后，我一直抱着奖杯，晕晕乎乎过完全场颁奖大会，整个人轻飘飘的，嘴角不自觉地一直翘着。颁奖礼结束后，观众散场，明朝集团的设计总监，那位给我颁奖的超级优秀的程女士，过来跟我们获奖者一一握手。她笑着问我愿不愿意去明朝的设计部任职。我懵了，明朝设计部？我也可以。本能动作比脑子更快，嘴巴还没答应，我就忙不迭点头。程总监朝我伸手，欢迎入职明朝。明朝集团不愧为500强企业，工作氛围用一个字形容，那就是卷，太卷了。同事们之间很少有电视剧里演的勾心斗角，大家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。早上8点半上班，8点左右就有很多人埋首办公桌了。晚上9点多，大厦里还都是灯火通明，每个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对工作有着无限热情。不过明朝对员工很大方，加班费给的那叫一个舍得，大家也加得心甘情愿。与此同时，带来的是同事间的高度默契，以及工作上的高效高质。我以为自己很难适应这样的节奏，可是连续上班半个月，居然一点不觉得疲惫，反而浑身充满干劲。每当自己的成果获得领导的肯定，全身细胞就会兴奋起来。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事业批。更惊喜的是，筹备新产品，公司居然确定要用我设计的杏花雨系列。我还在自我怀疑，不敢相信时，程总监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。你的这套设计很契合我们的主题，样式也新颖别致。我没看错，温松松，好样的！这句话仿佛炎热的夏天灌进嘴里的草莓冰沙，让人浑身舒畅。新品上市后反响不错，前期销售火爆，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庆功宴，开心的我喝了一杯红酒。晚上回家时，整个人晕晕乎乎的。到门口时，看到那里的高大身影，我吓了一跳。正准备从包里掏出辣椒水时，对面的人开口了：“松松，别怕，是我。”我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人，不是很爽。你来干嘛？没事，就是来看看你。我联系不上你，打听了好久，才知道你的住处。霍廷霄沉默半晌，开口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好得很。听说你入职了明朝。松松，听我说，那样的世界名其水很深，你那么单纯，肯定被别人吃的连骨头都不剩。我可以帮你找个轻松、人际关系又和谐的工作。闭嘴！我气得打断他：“你是我什么人？我在哪工作你管得着吗？谁稀罕你帮忙找工作？我是真的关心你，明朝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我不想你被欺负。”连邓岩当初想进去都没成功，可想而知那里有多复杂。霍廷霄还在苦口婆心地劝我。我冷笑：“怪不得你会因为这事找来，是邓岩告诉你的吧？怎么，他没进去的企业我进去了，他嫉妒我？告诉你，他邓岩进不去，是因为他能力不够。”霍廷霄叹了口气：“你不要使性子，邓岩什么能力？你也知道。”我当然知道，他设计的产品没有一个爆款吧？我打断他：“销量的好坏有很多因素，并不单纯取决于设计。”霍廷霄还想解释。我轻笑：“明朝刚上市，销售火爆的杏花雨系列，我设计的。怎么样？比起邓岩来，水平怎么样？”杏花雨系列，霍廷霄失笑，一副纵容的语气：“你不要瞎开玩笑。”我打开手机，搜索到杏花雨系列的发布会视频，对到他脸上。看吧。霍廷霄从一开始皱着眉头，到后来惊讶地瞪大眼睛：“这个主讲人是你？”“对呀，因为我是设计师。”“我从来不知道你竟这样优秀。”他喃喃自语。“过去的不优秀，是因为你的压制。”我盯着他：“是你阻拦了我的优秀发展，懂吗？”“对不起。”他满脸痛苦。“既然分手了，那就做一个合格的前任，不要再有联系了。”我凑近他，一字一顿：“现在请离开我家。”他猛地皱起了眉头：“你喝酒了？”“松松，我跟你说过，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不要喝酒。”我不耐烦地推嚷着他到门口：“你以什么身份管我？你有资格吗？这里不欢迎你，滚！”手足无措的霍廷霄被我直接推到了门外。他还不死心，扒着门框：“松松，听我！”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发自肺腑道：“我从来不怕别人的欺负，因为自从和你分开，我发现真正欺负我的人只有你一个，把我吃的骨头都不剩的人也是你。”趁着霍廷霄呆愣的瞬间，我砰地关上门。我全身心投入工作，越来越游刃有余。年底时，程总监找到了我，他说公司有一个外派学习的机会，地点在巴黎，时间是2年，问我愿不愿意。我回答的毫不犹豫：“愿意。时尚之都，哪个做设计的人不向往呢？”我把打算告诉了爸妈，他们也很支持我。过完年，我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出发。在我家楼下时，我又看到了霍廷霄。
他看起来瘦了很多，脸色苍白，整个人都很颓废，仿佛失去了精气神。你要去巴黎？他看着我的行李箱，沙哑着声音问道。对，能找个地方聊聊吗？他的眼里带着祈求。我看时间还早，点了点头。听说你5·1要结婚了，提前恭喜你，在咖啡馆坐下，我先开口。这是听以前的同事说的，虽然不常联系，但偶尔也会发1-2条消息。他说邓妍在公司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姿态，还邀请大家5·1参加婚礼。我知道他对我说这话的心思，倒不是有什么恶意，人都有凑热闹看八卦的想法。我不会和邓妍结婚。霍廷霄语气迫切，我已经跟他分手了。哦，我表情淡淡，我还让他交了辞职信，以后他不会在公司了。哦，霍廷霄红着眼眶，我从没见过他这样颓废狼狈的表情。松松，我错了。他捂着眼睛，声音哽咽。一开始我对邓妍是欣赏的，他有才华，性格还开朗大方，我聊什么他都能接得上话，和他聊天很愉快。这种很有默契的畅谈让我觉得很新奇。我把这种感情错当成了爱情。所以呢，我跟不上你的思维节奏，跟我聊天没有默契，那真是委屈了您这20多年了。我冷哼，之前说错把我们的亲情当爱情，现在又说错把对他的欣赏当爱情，那下一次呢？你到底能不能分清自己的爱情对于他的示弱？我没有任何心软的感觉，只是很烦躁，想赶紧结束离开。自从你离开后，我越来越想你。我发现自己无所适从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每一天都那么难熬。我只想把自己锁在家里，因为只有家里还有你的味道。这么多年，你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，我根本离不开你。可是我愚蠢，后知后觉，我把你弄丢了。我跟邓妍提了分手，他不同意，纠缠了很久。后来我威胁他再不离开，就让他在这行混不下去，他才走。处理好他的事，我才想着来找你。可是却听说你要出国了。你是真的没发现对我的感情吗？我犀利地戳穿他。不，你知道自己爱我，我也能感受到你以前确实爱我，不然不可能对我那么好。可是你终究还是犯了男人的通病，你被其他人吸引，在我们的感情里开小差了。至于你为什么敢出轨，因为你对我太笃定了。这些年你把我养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，我对你的依赖太深了，你确信我离不开你，甚至离了你连独立生存的能力都没有。你太自信了，以为我永远不会离开，只要一回头我就还在原地，所以你才能那样大胆地欺负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霍廷霄的哭腔一直重复着道歉。我微笑，一开始的确像你想的那样，我感觉离了你会死，所以我放弃自尊地纠缠你，却被你肆意践踏。可是真的出了车祸，我却害怕了。我发现我不想死，我还有爸妈，还有未来，就这么死了，我不甘心。很庆幸我走出来了，现在活得很好。你看，这个世界不是谁离了谁就活不了的。不，离开你我活不了。松松，求求你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我。霍廷轩苦苦哀求。不是你分手的时候对我说的，让我多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吗？我去看了，然后发现外面的风景确实很美，而你也确实没那么重要。你还是一样自私。去巴黎，我可以学到向往的知识，能充实自己，丰富阅历。留下来能获得什么？还像过去一样被你当宠物圈养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急着解释。我站起身，拉过行李箱，我要赶飞机，不陪你煽情了。我送你。不需要，我直接拒绝。走出几步，背后传来他的声音：松松，我会等你，不管是1年、2年，还是一辈子，我都会一直等下去，直到你回心转意。我连脚步都没停一下。他等不等不关我事，对于我来说，他已经是陌生人了。去机场的路上，看着窗外的阳光，我心情愉悦。此生我已经找到了自己追求的事业，接下来就全力以赴，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吧。